今天我跟你们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啊，就是我想认真的问你们一个问题：我是90年出生，就是我是90后，但是为什么在你们所有人心中，我是一个就是76年间的这么一个产物呢？我也是看着《流星花园》薰衣草长大的这么一代人呢，就是偶尔夹杂点马大帅啥的。那我青春期的时候想撒娇，我也是就是道明寺你这个猪头寺，然后想装深沉的时候，我也是就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啊。我也是看着偶像剧，听着流星雨，暗恋着花泽类长大的一代人呢。为啥别人心中我就是看着红灯记，听着评书长大，然后梦中情人是唐国强老师呢？为什么所有人都管我叫彩玲姐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比他们大很多？为什么我的人设就这么的风尘？我录脱口秀大会的时候，就那些长得很年轻的95后啥的，管我叫彩玲姐行；徐志胜管我叫彩玲姐也行。毕竟人徐志胜的问题，他长得不是苍老，是蹉跎，他那张脸就感觉被什么玩意儿给蹂躏过，就蹂躏了。但是蹂躏他的是啥呢？也说不清，但肯定不是岁月。这都行，这都行。关键是周奇墨见着我管我叫彩玲姐，他好意思吗？他是不是狂徒？你们觉得他比我年轻吗？最有意思是前两天我回铁岭上浴池搓澡被认出来了。这个浴池搓澡这个搓姐呢，就是咱也别说人看着岁数大，不能制造容貌焦虑嘛。但反正在浴池唠嗑是就是人今年刚当老，然后这搓姐还跟俺吐槽呢，说他的小外孙子刚出生，爹妈给起名叫尉迟汉宣。孩子姥姥呢就不明白，爹姓董，妈姓赵，孩子姓尉迟，他就不懂这跟的是什么风。我说那你有啥不懂的？这外孙子随你姓吗？你看你姥姥叫尉迟夏尼，外孙子叫尉迟汉宣嘛，多好听！尉迟夏尼，尉迟汉宣的，都属于村子味儿的嘛。反正东北搓澡他不搓4面吗？就搓到第3面的时候，他刚要拍我，他就发现他说你挺短的，搓床空半截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抖音上面那个彩玲姐？就尉迟夏尼管我叫彩玲姐那一刻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，蹉跎的内心起涟漪。夏尼的姐姐是春妮吗？实话说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服，我觉得我脸长得不老，而且咱亚洲人本来皮肤就挺紧致的，你没看着我老公他一家人呢？他们一家人那个皮肤，咱讲话了就不是咱嘴损啊，就一吹那褶子都直起浪。皮想紧，肉不让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而且我不也是很注意保养吗？这是我第3次推荐羽西流金瓶了，这次是新升级的流金瓶 2.0 版本，玻色因的浓度从 9% 升级到了 15%。羽西是欧莱雅集团皇室中的一个低调却得宠的公主，这个浓度属于皇室专宠了，用起来感觉肤感更细腻，吸收的也更快。里面有鼠李糖还有红茶酵母，维稳皮肤屏障，所以可以抗衰老。因为我和别的喜剧演员不太一样，我没有觉得自己说段子不好笑，有创作瓶颈啥的。我觉得我自己老逗了，一天给自己笑咯咯的，就那蛤蟆疯了，我笑一天。面部表情就比较丰富嘛，它可以改善我因为面部表情过欠长出来的抬头纹和法令纹。因为有青海的雪域虫草可以延缓胶原流失，再加上玻色因本来可以激活胶原生成，所以在胶原蛋白这个领域上接近增加了1倍。你说实话，其实是不是挺嫩？尤其它加了玻色因助推的渗透科技，就省得白涂一层挺老厚，其实一点没渗透。加点助推高科技，以免皮肤不争气。我最近来上海出了个差，我听说上海有个有名的景点叫人民公园相亲角，还去了呢。我倒不是要找对象，我就是好奇现在是啥行情。我这个破身高真是到哪都受欺负，你没发现今天录视频角度都不对吗？我住这酒店，我坐这凳子够不着桌子，现在凳底下垫了本书，还得仰视你们。但是哈，我这身高在英国时候还挺招财的，我不1.53米3.5吗？我老公查了，按照他们的标准，我这个身高在英国可以领残疾人补助。我刚开始没信，我那是人生中第一次这么问话，我说我应该是太高了吧？我老公说你试试呗，就是别洗头，让头呱呱打绺贴脑瓜皮上，然后换上薄袜子，反正到那了人家也得量你，要是真太高了咱明年再来呗，你明年还抽吧呢。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就去了。本来呢进屋应该是先量身高，然后再进行下一步，结果我一进屋直接撞医生裤腰带上，免试了，但是我没得着补助。原因倒不是我不够矮，我够矮，但是我的胳膊和腿太长了，腿太长。他是按照这个比例给你算，即使你是1.2米，就即使你是一张，你只要比例正常，你也拿不着补助。完我看那相亲角男生都写的1.8米、1.8米几，找对象都要求1.65米以上，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都1.8米几。还有一个事儿我发现，就各个小白板上，不管男生女生都写的五官端正，就各个写五官端正，我就不太明白，五官这玩意儿怎么不端正啊？也不是品行呢。你说谁长眉毛时候开雨刷器的？谁长鼻梁时候打软项的？谁长嘴的时候没搂手刹车？就想五官不端正，那玩意儿不好长。你得咋整呢？我告诉你啊，
就假如说好好一张脸，你放台球案子上，你开球之前拿小筐码好，这时候来个奥尼尔，开局咔嚓一个猛杆，脸崩的摇哪都是，那叫五官不端正。我觉得目前做到的人不多，朱元璋应该算一个。你不管五官端不端正，五官不够，皮肤来凑嘛。我最近是咋凑的？我最近也老熬夜，也得想招。熬夜暗沉谁来帮？点燃国货一道，自然堂小紫瓶精华，驱黄提亮 ，YYDS。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是性价比高，都是贵妇成分，添加了4%的烟酰胺，驱黄的烟酰，提亮的氨酯，还有这个喜马拉雅红球藻高海拔萃取的虾青素。事实证明，高还是不一样，哪怕是虾膏呢，它也更值钱。那个虾青素呢是抗氧化、抗初老，这里边还加了给肌肤维稳的2类酵母，所以在阻击熬夜这个方面形成了复仇者联盟。它的质地吧非常轻薄，也不黏腻。平时我就用这么1泵，但是你要是熬夜多了，要是觉得皮肤卡粉，也可以厚涂，因为它很轻薄，你也不用担心闷痘。用完你就是夜里最闪耀的灯球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有的小白板上写着公公婆婆都已退休，可以帮忙带孩子，公公精通象棋，婆婆精通唐诗。你看这老人多拼。但是隔代人教孩子读唐诗这个事儿啊，慎重。我妈前2天为了教拿铁，给自己印了一本唐诗300首，还给帮忙的育儿嫂阿姨也印了一本。然后我妈是这么跟人说的：来小田儿，这唐诗300首我都印好了，我怕你读不准，我都加的拼音。你读的时候呢，要认真瞅拼音，1、2、3、4声平翘舌都得找准。咱东北人别的优势没有，咱普通话正宗吗？普通话正宗吗？哎，你能相信吗？大胖媳妇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饭局，走错屋了，但毫不知情，跟一群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吃了25分钟的饭。昨天我有一个很尴尬的饭局，咋回事呢？就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想邀请俺家小达和拿铁一起去演一个电视剧，但是这个事儿呢就很耽误他俩上学，我就想婉拒他们。然后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一会儿中午这个饭局啊，你跟我一起去，你到那儿就2个任务：1热情陪伴，2温和婉拒，能不能做到？大胖媳妇说能。但是啥叫婉拒？我说就是一直说自己不好，以自己不好的理由拒绝对方。他说没有问题。结果中午俺俩是分头去的，我就堵高架上了，我就给打电话，我说我肯定是要迟到了，你记住那2点没？他说媳妇没事，你别着急，我都记住了，交给我。到了现场他就直奔包房了，但在他眼里，什么海棠厅、牡丹厅、剑兰厅这些汉字对他来说都没有区别，他就非常害怕走错房间，就一直在各个包间门口徘徊，直到有一个屋的客人认出他来了。哎，那不大胖媳妇吗？他一听那没错了，这就是组织，推门而入，先自罚3杯，然后就坐下，还替我道歉。踩凉堵车，一会儿就到，我先跟大家吃。好巧不巧，人对方话也接上了。孩子呢？孩子怎么没带来呢？我可喜欢你家的孩子了。大胖媳妇很警觉，开始婉拒。孩子们在家，拿铁现在应该在抠鼻屎，然后吃。小达这个点应该也开始闻脚丫子了。他们生活中其实是有点恶心的，说实话。然后对方有个大姐说，我不管，我就爱看他俩，长得像小外国人似的。大胖媳妇以为他是这里边领导，大胖媳妇说，你要真喜欢长得像外国人的，俺家长得最像外国人的肯定是我可以演电视剧，我演过。对方哈一桌6个人，没有人能听懂他想表达什么，但是也没有人在乎，因为大家都在思考另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外国人他进来也就进来了，他为什么不走？就这样，他们驴唇不对马嘴的喝了25分钟。我到了之后，我赶紧进屋找他们，一进屋发现大胖媳妇根本没在，我以为他上厕所去了，我赶紧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干啥去了？大胖媳妇那边都喝嗨了，告我喝着呢，你快点的。我一听完了，肯定出岔子，我就开始满饭店找他，我心里这个气呀，但是我同时安慰自己，张彩玲，你不正愁最近大胖媳妇太正常，视频都不知道录啥呢？你要相信你的男人，你终究是多虑了。最终我在隔壁的隔壁找到了他，脸都喝红了，桌上除了他我一个也不认识。见着我，大胖媳妇跟我说呢，哎，你可算来了，放心吧，我说的非常好。我一进屋一个婉拒，到现在就没有一个人跟我提电视剧的事儿，人家还问呢，彩人你们干啥呢？我猜是不是录恶搞粉丝短视频呢？我说恶搞粉丝我的确是没想过，但是短视频肯定是要录了。那大姐特别热情跟我说，她从进屋开始我就开始录她，你把热点打头就传给你。这事儿太丢人了，为了挽回颜面，我逼她下血本，送了我一套赫莲娜新年非凡礼盒，有黑白绷带面霜和新品黑绷带眼霜，这么有品味的礼物瞬间给我拿捏了。新年送她，祝对方一展龙颜，心意满满，和大胖媳妇一样成为高分段送礼选手。后来回家我就说她，我说你是怎么做到跟一群陌生人吃了25分钟的？她的回答吧，居然还有点心酸。她说，也许对于你来说，只有那一屋是陌生人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整个饭店都是陌生人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甚至整个中国都是陌生人。能不能一桌吃饭，用你们的话说，就是缘分到了，你也有责任。你来那么老晚，你是上错车了？我说我车没上错，这个事儿你不懂，我这个叫上对花轿嫁错郎，嫁错郎。